今天是我吃过这辈子最特别、最不腻、最好吃的猪脚饭。连续2天凌晨3点来吃4碗猪脚饭，真的舒服。我就敢今天给这10元的猪脚饭是人参猪脚饭。我今天跑来揭阳郊区30公里的地方吃个柴火猪脚饭。听说这个老板从20岁开始做，这个店开了50多年。如果在日本妥妥的算猪脚饭仙人了。我终于到龙江吃猪脚饭了，连续测评2家，外地游客最喜欢的猪脚心，还有本地人喜欢的龙湖猪脚饭。来看看本地人吃的猪脚饭咋样？品相上看着比猪脚心要新鲜点。现在凌晨2点27分，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3.1吃猪脚饭。看一下，除了这里好像没别的地方了。这个店我大概几年前就看博主探店过，当时只是觉得凌晨吃好奇怪。我本来不打算来的，2次疯了，路费都花了几百块，吃个10块的猪脚饭。看了一个汕头本地博主在他视频里提了一句话，说这个店让他惊艳。他视频倒是没拍这个店，刷了这人50多个视频，看到有一个猪脚饭提到这个店。他说这个店是冰冻的猪脚入口计划，让我很感兴趣，就来了。他拍了500个探店视频，就一家汕头牛肉火锅，还是连锁店，你们去想为什么？我的个人猜测理解是，可能他也不太爱吃。说回今天这个店，来到店里看到猪脚这个品相，一头雾水，这咋吃？全是冰冻的，一点都不热。首先从品相上已经颠覆了我的认知，当时第一感觉肯定踩雷。我的认知是猪脚饭的猪脚是新鲜出炉，又烫又热，很软糯的那样。我以前看视频好像也没注意这些细节，就看大博主来这里探店说打工人吃的特别便宜。当时看到这一幕，感觉肯定踩雷了，那我心里就想点个标配吧。也正是这样才让我惊艳。我这个视频的后半部分是第2天继续来2刷的视频，说下为什么还有人买真空发的，这个味道肯定达不到，不是一个概念。这个米饭的容器我觉得挺特别的，一般在10元这个价位，我在外地真的没有见过那么用心的。这个容器的保温是特别重要的，特别盖子还像济南把子肉做得好的一样，用布来保温，很细节，一般人观察不到这个细节。为什么它有20多家分店，就总店好吃？少了一点细节，味道都达不到像那么好吃。因为冰的猪蹄必须要用滚烫的米饭的蒸汽，慢慢从下往上加热，也不能太热，才能真正达到这家店顶级的口感。用微波炉把猪蹄加热或者米饭温度不够都差点意思。我第2次就是这样，因为我第1次吃了觉得特别好吃，我第2次就加了很多肉，直接单独搞一盘，味道就没这个好。来，那这里的菜品很好啊？那这个菜品很好。你吃过没？你吃过？我搞点萝卜干，你搞那么多萝卜干？我请送我来的兄弟一起吃，他吃过这个。他这种是冻的，我都是见都没。味道太好了，虽然是冷的，但是这个口感很嫩，还保持着猪蹄间弹的口感，超级无敌。他选用的部位可以战胜99%的猪脚饭了，一般都用蹄。他是用猪蹄间剔下来的肉，这个肉没蹄膀肉腻，吃很多也不会腻。整体的调味就是一个淡淡的盐味，没有太多红烧的味道和咸味，很淡，也没有什么酱油味。米饭颗粒分明，米饭水平顶级，完美有猪脚饭仙人米饭的优点，也不会那么深。它米饭的水平完全可以达到，一点猪脚饭的汤汁也能吃得幸福。咸菜也是超级用心，配了2种，萝卜干还是磨碎的。我知道澄海、东里好像都是这样。我也可以加，我不知道。它这2个咸菜完全不咸，一点淡淡的调味，很简单。小肠还是大肠？我直接续第2碗。你给我加份小肠的，就给他再加一份。哎，你要不要小肠？行。他说他减肥不要了。
小肠做得很好，中间完全没臭味，中间有点屑，但也不油腻，吃着跟大肠没区别，很软糯，口感满分，也不咸，很香。我明天放出的那一集潮汕顶级炒菜的卤水拼盘，小肠我只吃了一块就全部浪费了。不过他们家的大肠和猪肉卤水满分的，有空你们可以等明天看看。它的猪蹄有很多都是带透明的蹄筋，很好吃，最重要完全不腻。看到这里，你们可能觉得只吃猪脚尖就不正宗了，其实它还有另一种选择。它还有一个猪肉的选择，那个好像就是猪蹄膀剔下来的肉。我第2次来吃就点了那个。我今天吃的这个猪蹄可能不是冰冻肉，虽然价格让我难以置信，但我真没吃出腥味。继续续，太好吃了！我觉得这辈子估计就个位数来吃的机会。看我频道的老观众就知道，米其林3星或者人均2000以上的店，都没几个打动我的。我就敢给结论，这个10块的猪脚饭牛逼。有了。对，在这。他再高点，他值再高一点。你或者去车上等我吧，你去车上等我。像这样大块猪蹄尖上的猪皮真的很爽，它的汤汁很淡，要多加点才行，不然都没啥味。评论区有些人说我吃饭怎么这样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抬着手机拍着吃啊。而且我还要想说什么，到底说不说话，旁边有人尴不尴尬，还要动脑想味道，而且我还要努力找缺点，万一吃的踩雷我被打脸怎么办？他这个肉我怎么都没吃出来是冰冻肉，带我来的本地司机告诉我说他们这里猪蹄不值钱，新鲜一般的品质就10几块一斤，他能想通是新鲜的，因为分量小，一般20的肉是2倍。免费还有生蚝汤和米饭咸菜，品质都不错，还有配素菜，我是没想通。我可以学别的博主，不去思考这个问题，但不思考怎么给分数。如果只靠直觉好吃的话，我觉得不太靠谱。我这个评分是给他用新鲜猪蹄的评分，如果是冰冻的话就是1颗星。如果是单纯主观感受，味道好吃超过我频道给的4颗星的餐厅。现在回去，吃完已经3点半了。导航到领会湾。我第2天又来了。张陵古港。你再给我点汤。我这次就加肉分开装，别学我，一定要一碗一碗吃，不然肉就是冷的。生蚝汤好喝的没腥味，奶香味足，性价比太高了，今天还配了素菜。喜欢吃传统饭的直接选猪肉，更入口即化的感觉，不用选猪蹄筋。它这个应该就是蹄膀下剔下来的肉。我直接加了饭盖上面，也差点意思，你们一定要一碗一碗的点。我就不喝生蚝汤了，我怕嘌呤太高了，就吃点猪脚饭吧。老板也在我面前吃，说明食材没问题。送我的司机说他不爱吃这家店，他是本地人。我们这边的人吃东西很随便的，不像你。他放了鸦片的话，那更可能。哦，行，我等会尝尝，这会不会特别好吃？他们说30块一份太贵了，他们一般吃10几块的，可能放了鸦片壳子，所以让很多人觉得好吃。我先说结论，食材应该新鲜的，味道就类似济南老苏家把子肉那种类型。喜欢的人特别喜欢，不喜欢的人觉得难吃。我一会儿客观分析。哎，老板，这猪脚饭怎么卖一个人？30再加点肉可以吧？就有4点斤吗？现在还？哦，是没4点斤啊？对。行，那我先要一份吧，然后就再加个猪蹄吧。哎，行，就加肉多少钱，老板
看你要加多少啊？可以加多少？总之就一个人30几度，你要加多少都可以，是要10块、20、30。我再加个30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一个啊对。打给老公，5件毛球。我要瘦一点的好不好？好，你稍等一下。就你有那个就猪蹄的那个尖尖吗？还是没有？就只有这一种是吧？有猪蹄。我要不加个猪蹄吧？我先要个30的，我加个猪蹄。对对，我加个猪蹄。拍个视频。你是要猪蹄还要带点瘦的是吧？对对对。就总共多少钱？就是要2个人份是吧？一个人，我就一个。一个就30嘛。行，我30再加个猪蹄多少钱？60。行。他们家一天只开2小时，早上11点到下午1点就关门了。你是柴火煮的米饭啊？对。哦，可以。就这是我的吗？对，这是你的。米饭免费吃啊，还是不是？不是。1碗多少钱啊？还是？没有的，就是你一个人来吃不够的话，可以加一点吗？行。达到。吃这个是啥东西？哦，蒜是吧？蒜头。哦。坐这里是吧？行，对，坐这儿。看着环境有点差，但凭我经验，比小龙大肉面食物干净点。先来尝下蹄膀如何？味道比较弹，肥而不腻，肥肉不会流油。喜欢吃软嫩口感的不会喜欢。偏向凉菜那种类型，虽然天热到穿短袖，但是菜冷的比较快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裹满下面酱油的话会有点咸，不是太咸，配米饭吃正好。猪蹄的味道一般，我一般不喜欢吃这种口感深的猪蹄，我更喜欢吃烤的香脆的，或者炖的趴烂的。整体的猪蹄的调味没什么惊艳的地方，就一个正常酱油味的调味，也没什么中药的调味或者特殊的材料，应该没有大烟壳子。就猪蹄的火候就类似你们在家里煮猪蹄没炖烂的口感，综合下来味道一般，你们随便在家里都可以做。但是跟很多猪脚饭还是有食材的区别，应该用的是鲜猪蹄。我吃完以后手上嘴巴没那股猪腥味，冻货肯定有。在外面吃猪蹄料理一定要注意冻货，就猪蹄的冻货鲜货差价不是一般的大。冻货也有很多种冻货，国外的冻货和中国的冻货，像国外的冻货就特别便宜，因为国外很多冻货猪蹄基本等于不要钱。四川、重庆老妈蹄花类的90%都是冻货，鲜货一整个猪蹄得卖50块钱，你扛不住价格的，你肯定会骂，所以他也没办法用鲜货。现在猪蹄说完了，来说米饭，米饭也是2极分化很大。不喜欢的觉得这个是稀饭，把米捞起来的那种米饭，有点夹生。其实全熟了，颗粒分明太明显，我喜欢吃的，觉得挺惊艳的。现在很难吃到这种柴火饭。旁边配的大蒜也很好吃，卤的一咬就爆炸，香味挺足够的。
辣椒酱一般，就普通的。其实这个猪蹄还有个优点，真的不算腻，家里不太好做出来那么不腻的猪蹄。旁边那个酸菜也好吃，特别脆，口感很厚实，一咬就爆炸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普通的大货，还是自己做的。主要这附近我吃的还不够多猪脚饭，反正外地是吃不到这种酸菜，真的挺好吃的。我个人建议你们，如果专门来吃美食，别跑那么远，它这里各个地方离得太远了，就别来潮汕这边，只是专门吃美食的话，因为美食的惊艳度真的没必要，太普通了。我吃了2顿，反正可能是几十年前广东经济好，其他地方消费低，好的食材可以流入广东。现在这附近我看着经济不太好，也不是食材的原产地。那估计现在不行。我去看小红书、抖音评论区的博主和那些小白评论，还以为贵州的黄牛肉会流入潮汕。这种人的想法已经过时。我那个视频吃的贵州郊区没人的店，都要90一斤的牛肉，已经不可能流入潮汕了。而且上个视频店家也说自己是北方女，人家也挺诚实的。明天准备驱车200公里来回，去龙江看看那2家猪脚饭到底有没有区别。你们真不用来，看我视频就好了，心里就有数了是什么水平。我今天这顿猪脚饭粗略算了下，吃了200元，正常人肯定接受不了。我算上路费100多块，猪脚饭60块，差不多就200多。老观众看到现在的，记得帮我点赞，点赞对我特别有用。我总结一下，这猪脚一般，米饭好吃，配菜好吃，不值得专门跑，附近可以吃，因为它的味道真的，我千万别花那么多钱来。就第一次看见自动驾驶是吗？这安不安全啊？它的，你看，它前面不是说它是慢下来的吗？哦，那它会变道吗？不会变道，它不会变道的话只能是说，哦，就你要控制一下，对，控制它的变道，但是就让你放松一下，但是不是100%的能放开。行，对，终于到龙江了，这车都开不进去啊，这家店。开在菜场里的，这算是，好像也没啥人呀，也不是很火爆吧。这啥意思？冷了的猪蹄有懂得回答下吗？我看小红书评论区很多都说惠南县都是冻品猪蹄，是不是故意黑？但我自己吃真没吃出来是冻品。如果做猪蹄能把冻品做到这个口感和没腥味，让我当鲜货也行。也要1条是吧？哎，这个也是鱼骨吗？对啊，那才一小块。老板，1根肉卷，1根鱼饼。对。然后还要其他吗？啊，当然快迅点。哪个？多少钱一份啊？这个是行，我要1份20的。就还，你有那个4点斤吗？现在？打包这次。行，加10块的猪脚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要瘦一点的，好不好？行。1碗20猪脚饭，再加10块猪脚。哦，对。我安排了。叫命都花蹦这个招牌。老板，我那这30块这一份，我直接给你切盘子出来。好，可以。安排个3人肉肠佬，这个1锅娘娘。你们这种肉卷是店里自己做的？对，我们自己做的。哦，就不是工厂里生产的？不是，咱们自己做的，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咱们自己弄的。好的。哎。
入沙。好了，好了。好好，我要捞黄眼。吃这个是鱼肉的，哎，鱼的，猪肉卷的鱼饼我都。是什么鱼啊？咱们这边的海鲜。哦，对。我今次來呢架沙特面面啫。那鱼皮啊，哎，是汤怎么卖啊？一人份500。我要个汤再要。这个单位了。这是啥汤啊？是鸭子汤，鹅汤还是鸭汤？鸭子汤。性价比是真的高，汤才5块，旁边这猪蹄30的，加了10块，尝一尝。带皮的哈。内是挺嫩的，有点咸。有点咸跟苦，这是啥？鱼饼还是肉饼？鱼饼味道还可以，比正常吃盒饭的那些要嫩很多。他说他自己做的，我不怎么信，感觉本地找哪个工厂定做的吧。鱼味有点重，但不算咸。搞化肥了。我当时腻的不想再吃了，但现在看视频还是香的。可能广东好吃的猪脚饭太多了，上海我吃过的猪脚饭都腥味重，用的都是冻品或者半成品。挺嫩的。反正我们外地人吃得惯这种嫩的猪蹄，嫩的还不错。再尝尝这个，这个是肉卷，他说全都是自己做的。有点像火腿肠，纯肉的香肠。猪蹄有一点点咸，不是很，中间里面的不是很咸，外面有点咸。我个人觉得没什么技术含量，可能做菜厉害的在家都能复刻。因为猪蹄这种东西，你在菜场买鲜猪蹄挺简单的，但是你要去店里吃的话，上海太便宜卖的，它就是冻品。没啥味道了，香菜的味道。刚倒没喝出鸭腥味，尝尝鸭子。他说是鸭子，怎么看着像？哦，鸭翅，看鸭肉，白煮的。鸭肉没吃出腥味来，技术还行。南京的盐水鸭就腥味重的吃不来，广东整体做鸭的水平比南京高。鸭肉很新鲜，鸭肉不行，没盐味，但味道还不错。鸭翅。它这2块鸭肉我真没吃出腥味，挺新鲜的。尝尝配的这个咸菜，哇，咸菜太难吃了，苦的咸，咸菜太难吃了。昨天那个好吃，昨天那家店的不错，咸菜真太难吃了。之前吃的猪脚饭鲜仁米饭配菜蒜头，是我吃过猪脚饭配菜天花板。那个柴火饭大部分人吃不惯，但对我来说特别回味无穷。然后有点咸。鱼饼，肉卷，算了，不倒了，好像是油。缺点是冷得太快了。总结一下，食材应该是鲜猪蹄，没腥味。做法是龙江正宗的做法，也没有太大的短板。缺点就是外皮咸，有点肥腻，没什么特殊值得跑的味道。反正就吃这一碗了，等会吃另一家，不加了。
味道咋说呢？比外地的肯定好吃，但是技术含量一般。龙江的猪蹄并没有拉开别的地方很大的差距，没有肥而不腻的第一感觉。吃完了有点油腻，它这个比昨天的腻很多，昨天那个是真的不腻。尝一下东哥，这碗汤5块钱还是值的，但吃多了汤还是有股味儿，不太好闻的味儿。它是猪蹄咋说呢？感觉酱油咸酱油味特别重，一般般吧，专门跑别跑。很多游客来去龙湖猪脚饭，研究了下本地人都吃那里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是太腻了。刚刚吃的那个猪脚饭，为啥大众点评那些评论说本地人都不吃？确实腻，而且只有咸味。吃着呢还可以，但是没什么技术含量。我现在腻得有点头晕，没办法，来都来一趟，路费那么高，还得再拍一家吧。再拍一家我再走。现在突然觉得上次吃的那家叫啥来着？那个虽然它不嫩，但是那个是真的完全不腻，那个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，也没那么咸。说真的，龙江猪脚饭这个东西，同类型品类比，好还是没有济南把子肉好吃。济南把子肉没那么油。这家店网上评论区很多董哥都说本地人吃的，猪脚心是游客吃的。我在路上最多没多少斤，多少斤？这样好看。鱼饼这类东西店里好像没看到生产，应该也是半成品。他们家看着像是配了一个炒猪肉的，更实惠。网上总有声音说这些猪蹄是冰冻的，我咋看着不太像冰冻的？看着那么软嫩。你给过来，没完，不把我们那人家。我吃这3家都没腥味，外地我不吃猪脚饭很腥。我说的是上海那边。我当天是真不想吃了，现在看着做视频还是想吃一份，说明东西应该还是可以的。有些东西不想吃第2次，有可能是身体本能觉得东西不好，本能这个东西还是很神奇的。看毛雞條啊！毛雞點樣？毛雞呢？加那个。哦，这怎么卖啊？加那个啊？是多少钱一份？20是吧？我要一份。稍等一下。我要份30的吧，可以。可以。在这吃。啊，一个叉子吧。这样。哎，这样。扫杯签支付宝啊！你们扫来看一下。不能假的。知道嚟啩？微信收款120元。这是啥肉？炒肉是吧？微信收款20元。给我一点点吧，只要一点点就行。啊，好，一点点试一下就好了。第一个包他的直接。
来，老板这里坐，来。哦，来。你看嘛，他不带我非常把他们打包你哈。配了一个免费的排骨萝卜汤。打包你下地，要给你。鱼饼很咸，吃不出来是不是店里自己做的。味道一样的，刚刚孜然太咸了。那个可以买木鱼的，多少钱就是要不这排骨汤还行，鱼饼太咸了。哇，猪蹄超级烫，比刚刚的好一点。就这个不行，尝这个肉片，那炒肉也挺好吃，还好这家不咸。肥瘦相间。猪肉我吃的挺新鲜的，比猪脚心好吃多了。这家比刚刚那家好吃多了。猪脚软糯，虽然肥，但这家好像没那么腻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们家的味道就跟我们正常家里做的好一点的猪脚饭味道差不多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点，就是没有吹的什么龙江猪脚饭跟外地不一样，只能说可能跟外地的预制菜不一样。其实这个是碎的骨边肉，但是骨头太多了，冷了也没那么好吃了。刚开始吃觉得还可以，吃多觉得有点粗糙。如果非要比的话，可能第一家那个老年人做的更有特色一点，也不用跑那么远。只是我实在吃不习惯不软糯的猪脚，不然那家可以吹一吹。我不知道它做成那样到底是为了什么。我总结一下，这家猪蹄跟我们吃过的传统猪脚饭几乎一模一样，跟非预制菜的一模一样。像猪脚心酱油多点，可能感觉更有特色，但是没这个好吃。千万不要专门来龙江吃猪脚饭，济南的把子肉可能跟外地的区别还挺大的。像这个猪脚饭可以说是没什么区别。太咸了，不知道。我把这家猪脚饭和猪脚心的评分等级是一样的，因为都是正宗的，都是新鲜的。我的评分等级不主要看味道，味道是主观的，像这家味道更好一点，没猪脚心那么咸。那个老头的猪脚我是没吃明白，不然他的咸菜米饭是有3颗星的水平。这家店的咸菜跟猪脚心的咸菜完全没办法吃，超级咸太干。生意比猪脚心好太多了，而且还没有游客。千万别学我，吃个猪脚饭跑那么远，绝对踩雷。难吃倒不难吃，就是不太吃。